这个运动爱好其实我觉得当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去救了我的命。喜怒哀乐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真正的去把情绪去表达出来、释放出来，才是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那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我以为每次都是我拽你出来的，结果你还会自己强制社交。从小其实就会被家里去我知道教育，对，教育说要去攒钱，但是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到底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就是钱这个东西吧，说白了就是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像我的话，我始终觉得它还是一个就是工具。我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觉得哇，我活着真好啊，就是生活好快乐啊。我个人觉得人其实就分两个板块，就是肉体和灵魂。比如说钱，就是有钱去买一些吃的喝的，去喂养这个肉体。然后肉体要承载灵魂，然后灵魂得到滋养。大家好，这里是阿文与德西，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频道去分享一些人生课题和解决思路。我是阿文，一个澳洲留子 INTJ， 目前在宇宙场打工。我是德西，得到信仰的德西 ESTJ， 是个韩国留子，之前也在大厂打工。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既然上班这么痛苦，那这个班非上不可嘛，以及打工人该如何自救。想做这个视频是因为我和阿文之前也被工作折磨的特别的惨，但是好在我们现在已经走出来了，所以我们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所以想把我们的一些解决思路分享给大家。面对工作的折磨呢，我选择了继续苟住，而德西选择了 gap。我们两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样本，希望我们的思考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参考。我其实最好奇的是，德西，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去决定裸辞的？其实主要是因为觉得这个工作已经搞得我感觉生活都没有劲儿了，但是我又不可能真的去搞了我自己吧。所以我在想说，那还是得画一个思维导图，看看今天主要是什么问题，然后我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去找一个解决的方案。最后我的解决方案是指向说，那其实休息一段时间也没有关系。我先说一下我当时做的图吧，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其实也是在反复的情绪的纠缠之后去做出来这个图，主要就是为了想把我自己从那个痛苦的漩涡里面给拔出来，去节省一些时间成本吧。整体的逻辑我是去枚举了所有我觉得工作痛苦的原因，然后把它们归类之后去做一些，就是它有一些就是节点要去做判断嘛，然后做决策，就 yes or no 之后的话，就基本上一个方案就出来了。像我自己的话，主要是我把它分成了3个大的类别。一个是经济压力，第二个是身体的状态，第三个是职场的环境。每一个大类后面都会跟一些细分的类别。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在心理身体状态这一栏，就是工作时长也确实太长了。然后呢，我作为我自己生活的第一主人公，我也有尝试，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就是出去活动，比如说我周末2天可能从早到晚都在外面玩，但是也因为我艺人嘛，所以我是觉得是在充能量进来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去跟我周中的能量去做一些很好的补充，所以最后的时候，因为我心理状态的权重太大了，所以我最后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做休息的选择。你这个脑图其实还是蛮清晰的，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所有的参考条件都枚举出来，根据自己的个人的权重倾向，然后去选择说判断说我到底该去如何去决策。整体看起来你的这个决策路径大概率其实还是指向不建议直接离职的，对吧？我个人的话肯定是不建议就离职的，因为收入也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收入只有工资的话。所以如果脑图游戏最后出来是坚持的话，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就是精力分配法，想要就是分享一下。就50%的那个精力的话，我们今天应该是去完成那个工作，然后去拿到相应的薪水嘛。30%的精力的话，其实应该要向内探索的。今天我自己有哪些技能，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像编程啊，或者是语言啊之类的。去可以作为一些副业的创收。20%的精力的话，应该是向外探索的。今天我们不能就是围绕着自己的小圈圈里面，而是要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就比如外面的行业啊，定向的自己感兴趣的有哪些，在怎么变化，去拓宽一下视野吧，也是那种第二曲线的一个铺垫吧。我觉得向外看看还是挺重要的，要不你的视线就会很局限于自己工作的那1亩3分地，其实不太清楚说这个世界或者周边大家都可能会有哪些机会。
OK，那你这个核心其实还是在维持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去拓宽收入途径，对吧？肯定的，要不然你就做打工皇帝，做很多副业。因为像我这样子的普通人的话，肯定是前期的原始积累不够的，所以就要靠时间、技能去换取金钱。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是有韩语的语言优势嘛，所以我就可以就是去，比如当老师啊，然后翻译啊，去做一些副业的创收。我之前在大厂的时候，其实我也教高管们韩语。哦。那这条思路还挺清晰的，但是你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裸辞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有一次发现说，我听到那个发工资钉的短信进去看完之后，我其实也不快乐。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低。我是一个我会去做精力记账的人，比如说刚刚提到精力分配嘛，其实我会去做精力记账。比如说我一周之内有人事任务，有哪些是给我充电的，哪些我觉得是垃圾的消耗，哪些是我喜欢的不喜欢的，又或者哪些是我擅长的不擅长的。这样子的话，我其实会更加清晰的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哇，你这有点恐怖啊！你还会把这些都记到小本本上，那是不是有人得罪了你都会记下来？那倒无所谓啦，因为我对人可能就是也没有那么记仇。我除了会精力记账，我其实还会时间记账。你也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挺有用的。OK，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那听下来感觉还好啊，你怎么当时得给你搞到啥程度啊？能给你搞离职了？就生理性发育，就是忙到你生理性发育，就真的工作到真的吐吗？就真的呀。可能环境还会觉得说你情绪不稳定，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的生活被工作100%的去占领的那种窒息的感觉。就比如说你早上闹钟一响，然后睁开眼开始转动，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就是信息轰炸，然后晚上的时候1、2点回到家，然后你好不容易可以躺下了，就是你就发现你的狗狗又很想跟你玩，你又无能为力，然后你就又日复一日这样转动之后，你在那个小隔间里面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呼吸到外面的空气和见到外面的阳光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崩溃，因为我这个人的话，我可能还是有点感性吧，觉得说我生来其实还是要感受一些美好。比如说我自己觉得的滋养的话，就是大自然、鸟鸣，还有跟我的狗狗一起玩。但是这些时间的话，我都没有了，因为我都在工作，所以导致最终的话，就是最后的状态就比较差了。我深有感触。就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德西吗？是因为我真的不想做一个看不到夕阳的打工人。哇，你这个真的扎心了，我感觉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夕阳了。对啊，这就是确实挺痛苦吧，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我当时画完图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很不喜欢坐班，喜欢变化。但是呢，就是如果决定确实要撤退的话，其实也要注意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钱够不够你 gap 期间的一些就是生活，然后你的职业断层的问题，以及你换工作的一些成本啊，都是要去考虑的。成年人嘛，如果确实决定还是要撤退的话，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社保啊、生育津贴啊，还有假期制度啊这些。我说到假期制度，我跟你说一个我自己真的踩了一个大坑的，就我不是11月份左右的时候离职嘛，我看我系统上面还有2天的那个假期，我特别开心，我说我要休假，结果休完之后我真的离职的时候扣我钱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现在想想都很肉疼，是因为他的那个假期的计算的因为方法，对，他那个是预先会把1年的假都给你，但是可能你实际离职时间如果没有满1年的话，他是要扣掉的。是的，所以我就我的钱就飞走了，血亏。哇，真的很血亏，我现在想想都很生气，你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已经过去了。那阿文你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几方面吧。第一方面，我觉得跟你差不多。主要还是工作的时间太长了，过度侵占了生活，就纯纯牛马，慢慢被磨得不太有人气儿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平常工作时间差不多要11个小时左右，刨去通勤、吃饭、睡觉的时间，留给我自己的生活的时间可能也就3到4个小时，那这样就完全感觉时间不够用嘛。感觉耐心也变得很差。我看视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2倍速。我已经非常强烈的感同身受了。
第二个吧，我觉得主要是压力太大了，大家的压力都很大，无论是在跟同事协同的过程中，大家这个沟通的摩擦在所难免，然后老板的预期跟实际我们执行落地的结果也会有预期，落差，对，就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会发现身边的同事会越来越冷漠，就只关注自己 OKR 内的东西，如果跟自己 OKR 内不相关的事情，他其实是不是很关注的。就感觉人与人之间少了一些人味儿。现在网上不有个词吗？叫预制人。预制人，对，就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的感受就是。不过你说那个冷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跟别的人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同时大家的那个任务都太重了，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做一些所谓的人气儿的人情往来了。再有就是现在。你也知道嘛，大厂会有一个隐形 deadline， 就是35岁的死亡线。外卖，对，就是大厂毕业之后就会去开滴滴送外卖嘛。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身边的同事就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存在。比如说，你像我工作期间，就虽然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可能就是收入相对没有那么的稳定。对，我觉得收入是一方面，我觉得最核心的是那种焦虑感，你会感觉到身边的同事逐渐就走掉了，这个就像一个猪圈，你就像猪圈里小猪一样，就是看到身边的小猪一头一头被拖出去就宰掉了，你明明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但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感觉头悬利剑的感觉，就非常煎熬。那这种感觉还挺恐惧的。我朋友也在大厂嘛，然后他一年换了8个领导。马上有句话我认为挺有道理的，工作不开心其实就2件事情，一个是钱没给到位，一个是工作受委屈了。有些委屈其实钱给到位了也就没那么委屈了。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工资带来的这个幸福感其实是边际递减的。到了某个临界点，你就会觉得工资再高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弥补工作压力去对这个生活的这个亏空。等到你意识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你的生活再给你示警，你也需要去重新考虑一下你这个人生的优先级了。对，我觉得能量账还是得算一算的。那你是怎么给自己充电的呢？因为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很差嘛，很抑郁很焦虑，就会陷入一个死亡螺旋。那打破死亡螺旋的一个办法是需要有一个外力去打破原来的惯性，还是得有个力给它拽出来嘛。对，当时其实就是死人感很重嘛。我是觉得没有人气儿，其实是因为很难感受到这个世界真实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幸福了，所以我就会去做一些更细微的事情，去加强跟这个世界连接。比如说你像我周末的话，喜欢去打扫房间、叠衣服这种，对，就是我通过这些事情来去回归、寻找这个重新建立我这个内心的秩序感，是会比较能补充能量的。然后，因为我是会每周5晚上雷打不动去打羽毛球的，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3-4年了。这个运动爱好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去救了我的命。运动的话是可以产生大量的内啡肽，可以让人心情开心，然后运动的话也会出汗，然后对身体也好。对，就是运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剂良药。那确实，我也觉得。对，还有的话，因为我很 I 嘛，但是我为了让自己不那么 I， 然后打破出原来的那种很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一种状态，我就会强制自己每个月会有2次强制社交。这样的话就是逼自己去出去看一看，然后去跟朋友一起出来吃饭聊聊天，这样就不那么封闭了。那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我以为每次都是我拽你出来的，结果你还会自己强制社交，那我觉得这个爱人还是很牛了啊，是吗？我也觉得有点牛的，就是 push 自己嘛，对，就是主动的去拯救自己，对，其实重要的事情。对，其实我是觉得，当你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积极自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的，没错。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很重要。你到底是想要当头牌，还是想要早日出身？如果想要当头牌的话，那你就努力继续卷，然后去打磨自己的专业性。要早日出身的话，就要提前做好出身的规划。要有意识的去投入建立自己的事业，而不要 all in 职业。那做好时间管理，把生活和工作切割开。对，把工作的时间努力去工作，然后业余的时间要有意识的去投入到建立自己的事业上。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情绪管理也很重要。我的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就跟我说，其实真正的心理健康，它并不是你每天就是脸上挂着笑容，笑嘻嘻。对，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心理健康是，让情绪流动起来。喜怒哀乐都有它是存在的必要性，然后真正的去把情绪去表达出来、释放出来，才是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还挺羡慕，你们艺人的，就是可以把很多情绪都表露出来。对，那确实也是，哭了也不少。还有就你刚刚提到那个事业职业，能具体说说那个你觉得的区分吗？这个观点是我从《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上习得的。我也看过。对，他是说职业是一种用时间来换钱的一种生存策略，而事业是通过系统和资源去打造一个被动收入的系统。OK。对，比如说你可以去通过一些投资啊、一些开店呀这种方式去创造一些被动收入。因为我是个东北孩子嘛，从小其实就会被家里去我知道教育，对，教育说要去攒钱，但是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到底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然后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醍醐灌顶，就感觉找到答案了。这本书里面说的是说，终于知道自己要攒多少钱了。对，他其实说的是不是会有一个具体的金额，而是说他的逻辑是说，当你的被动收入可以 cover 掉你的支出的时候，其实你就实现了财富自由。那其实我现在就在除了去做原始积累之外，我也去积极的尝试去打造我自己的被动收入，然后期望有一天能够早日财富自由。就是钱这个东西吧，说白了就是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像我的话，我始终觉得它还是一个就是工具，它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觉得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觉得哇，我活着真好啊，就是生活好快乐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前期我们要如何让自己感到快乐呢？我个人觉得人其实就分两个板块，就是肉体和灵魂。比如说钱，就是有钱去买一些吃的喝的，去喂养这个肉体，然后肉体要承载灵魂，然后灵魂得到滋养。比如往大了说，我感觉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但你说财富自由吧，其实时间线蛮长的，普通来讲哈。所以前期的话，我们的快乐应该在哪里追寻呢？我觉得最多的还是应该去看灵魂会被怎么滋养到。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哈，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我可能就是喜欢跟我的狗玩，然后喜欢大自然。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上班那么痛苦呢？是我感觉是这些时间被大量的挤压掉了，导致我根本就没有这种灵魂被滋养的机会。但我觉得现有的情况下，如果就是必须要先就是挣这份工资，然后去生存下来的话，还是要加油努力的，然后去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工资，攒钱复利，然后投资，然后被动收入，然后财富自由，就用你的整个的一套来讲的话，我自己吸收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你说到点子上了，把这个人拆分成肉体和灵魂这个框架就很清晰，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高薪但高压的工作还是让人崩溃，因为它其实始终是在耗损我们的肉体，然后去亏空我们的灵魂。对，就我看我领导们的状态的话，我也觉得太辛苦了，也没有很羡慕，说实话。我觉得核心还是大家都在讲一件事情，无论是你说的去计划撤退，还是说我说的去可能为我们自己赎身，核心还是希望说能够为我们的灵魂获得更多主权时间。工作的本质是能量输出，所以我们需要去从生活中获得能量。对你来说是鸟鸣，是狗子，对啊，对，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是一场球赛，做一道美食或者读一本书。我觉得核心还是要把这些美好的事物去真真正正的安排到我们的生活里边。我这个灵感其实是在于说，我每天去看我的日历，我会发现我的日程排得很满，就各种会议啊、各种文档啊、各种工作内容去排得很满。但其实我并没有去有时间去把这些我觉得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的事情安排进来。我感觉这个点很好哎。我回家就把那个给我的狗子多做一些按摩加到我的日历上面。他快乐我也快乐。对，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工作要回归工作，生活要回归生活，灵魂要回归灵魂。没错。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对你有用，那请一键3连。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也在为工作所痛苦，请把视频转发给他，希望能帮助到他。
欢迎在评论区去分享你的状态和困惑，我们可能会就此困惑做一些分享哦。想要了解更多的人生课题解决思路，欢迎关注我们。这里是阿文与德西，遇事不决怎么办？找找阿文与德西，那下回见喽，拜拜。